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魏侦探，线索太碎了，很难破解。喝瓶酸花拿铁，放松休息一下。我知道了。耶！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更多愉悦线索，来雀巢咖啡学院小程序等你一探到底。丝滑拿铁好丝滑，好好喝呀！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上一集，酒店老板陈酒店带领投资商运作下，来到忘忧镇忘忧温泉酒店参观。我带您到里面看看。可以啊，好吧。不料，在参观到征兴英雄坊时，发现了已倒地而亡的忘忧杂货铺甄老板。出大事了！啊！哎呀！哎呦我去！哎，他这里好像有一封信哎。虽然留有一封遗书，但无法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凶手锁定在5个人当中，分别是金牌搓澡工、洒水、大彩蛋、何必笑、无人爱、新音乐。得到回信和小白船的人都去世了。嚯！有桶，它可能就是一时光机。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自己。它寄出去还能解决你的烦恼。坏的都是我们的表面，而且有人为甄老板今天的死早就做好了安排。所有没头脑的东西没有照片。没头脑到底去哪儿？没头脑究竟是谁？案发现场的工具到底有什么作用？甄老板究竟是死于毒炭，还是毒针？为什么当他感到身体极为不适的时候，他不出来？迷雾重重，等待拨开。根据分析与讨论，5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有点难啊，你比较偏向。那我现在我觉得更可能的是死于那个针。对，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种报复性的感觉。首先知道这根针的人有谁啊？那当时的话是大，他说他去过老板的家，他妈妈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印记的。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新月，他也就是知道他的那个新女友，身上是有这个印记，而且他也去过老板的家。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2个采用这个针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从他们2个人之间出。然后目前我更怀疑的其实是大的。还是觉得那个恶魔的图案，目前是只有他知道。性质的话，应该是甄老板寄出来的。那甄老板为什么会用这个大的一个图案呢？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肯定还会发现更多人是知道这个针的，所以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的题目。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题。对，确实。那我们先投一下吧。好呀。好的。
我也觉得是大，但是我们2票都挂他，会不会？萨和吴里面我挑一个，行，好吧，行，行。OK，就你了。萨水和无人爱，我投给萨吧。好。我们再来一轮搜证吧。先去哪儿，侦探？先去。哎，有人来电。甄老板和刘啊，甄老板来电话了，不可能。不是，他是我定了一个闹钟，说，甄老板和老刘的电话没有拨通，3小时后我会重新电联。那现在就是3小时了，他现在要再打一次。对，3小时后，3小时后再试一次。那我现在还能打通吗？通了。电话，大哥，这是有电话，有事儿。哎，那这是甄老板的电话。联系人是什么？联系人是多少？那个号码？我10点02打的电话，3小时之后就是1点02。1点02。对。哎，等会儿，怎么啦？9点52，我设置的这个待办事项。当时你打给他是9点52，但是他接电话为什么是10点02分？他为什么有10分钟的差距跟你的手机？是不是有人动了他的手机啊？你看。你那个电话当时他没接，显示的是22点02分，但是你的电话是9点52分，你们有10分钟的差距，有人动了他的手机，调过他的时间，把他的时间往后调了10分钟，往前吧，他快了10分钟，他的表被人调快了10分钟，为什么 ？Why？ 等于他9点40出发的时候，他以为已经9点50了，正好走到就刚好。就是有人想要利用这10分钟做些什么事情。10分钟，一是那个药起作用的时间，2是那个碳第一阶段变黄指甲的时间。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调快他表的人是弄碳的人还是弄药的人？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谁更有机会接触到他的手机，把他的手机往后调10分钟。我们搜身吧，好吧？搜身吧。我身上没东西。没有，你呢？对。哦，没有。哎，我来找这个。是不是在蛋里？这里面有个手机哎。蛋里。在蛋里啊。你看，这有个手机。来，赶紧。哦，怎么回事？前台，我给前台打过电话。所以你们怎么老是问重复的问题呢？下午的时候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我了。你为什么咨询？你知道他去了。因为今天我想给他弄死。你怎么知道他5点预约了？除非你帮他预约的。他怎么会有预约？等会儿啊，对，前台告诉我，我就是问他今天几点来。然后呢，我以为是5点钟来。你怎么以为的？你为什么以为他5点钟来？好嘞，等会儿啊，我想想啊，然后我想想，我为什么会知道他5点钟来？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对不对？8点钟我路过了前台，我看见那个单儿上写着他会来，我一看他没来，然后我就打一电话问我说他怎么没来，然后他告诉我那个老板会在10点钟来，然后我就准备10点钟去。你怎么弄死的？我那个蛋，对，有一颗毒弹，对。因为我刚才跟你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蛋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是要给他的，就是你下了毒。对，我下了这个毒，然后呢，然后嘞又忘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对，是这样的。后来那个我不是
10点钟我想下这手嘛，然后后来我不碰见你们了吗？然后因为10点多人特别多啊，我就没有机会下。之前我不是说10点半之后我就一直溜达嘛，我就要等那个机会，他什么时候看见他，我给他那个我要给他那个毒的对对对。那你怎么知道他也是卖蛋的？他怎么会吃竞争对手的蛋呢？我生给他呀，生喂啊？对呀。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侦探，你这个问题问得太酷，这是几季以来我听到的最怎么震撼人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侦探的基本素养吗？他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凭什么有信心把你的蛋送给他，让他吃？他连一只已经快下下来的蛋都能给他塞过去，看他都不能只要我觉得你凭什么不觉得他会把蛋直接扔你脸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有信心，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当时我就是要这么去做。他就是这么想，但是能不能成功就是另外。你就愣给他塞进去。因为我没有，我跟你说，我没有别的方法，明白吗？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只有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方法。好，我觉得我们继续去搜一下杂货铺的空间吧，好不好？啊，哦，是什么？这里有人进去过吗？哎，这真的有个秘密空间啊？真有吗？哇，没头脑在里面。那我怎么打开它呀？小心手啊！直接把它撕开吧。不是，我觉得这个背板，这个贴的这个画儿，应该是可以撕开的吧？可以吗？能吗？哎，可以撕应该。哇，有门，就是个门啊！哇哦！这里是一个门，朋友们，哪是个门啊？这里是个门，但是它被锁住了。你看，它是个门，从上面被扣住了。那也没有钥匙。来，我从。哎，这有个遥控器，挂后壁式开关。哦，来了，开了，开了。有人吗？来，朋友们，有人吗？你看每回画的，谁在画？被甩伤心到崩溃的人，死亡时间2010年2月1日。被负能量包围的人，死亡日期。被伤心到崩溃的人，自卑到无法就药的人，重度社交恐惧症患者，丧失希望的人，丧失生活热情，逃避现实的人，恐惧表达的人，就他一个个的都有，他都把这些人情绪无法控制。看那张画像太吓人了。好漫画，死亡时间2016年1月28日。我那么爱你，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们？那我们先打开吧，就是这个可以看好漫画嘛，这是我妈妈。看一下吧，我们先来看一眼。所以这个人是咱们妈妈是不是？这个人为什么你要抛弃我？对，我那么爱你，为什么要抛弃我？新女友。哎，哪？这儿。就是这张照片。啊，8音盒。新音乐，哇，有你的名字，但没有死亡，也有我的名字。哦。他其实把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做好了，做好了，但还没让我们死。对。这个人，我希望我们为他默哀1分钟。
一个被剧本压垮的名侦编剧。不是，关键最头的里头有头发，他已经秃了，秃发，对，脱发了，没事，因为你的前途光明，好吗？然后是，加油，不要伤心难过。请把手按在数字上3秒。哎，看这张画，这儿有个4，哎是，这有个4是什么意思？请把手按在数字上3秒。放在4上面3秒。我真的是我。哎。寻找小白船的游戏：1. 剪掉头发，凌晨12点对着镜子为自己剪头发；2. 不要惧怕雪，凌晨4点44要发一张带雪的图片；3. 把自己清零，删除以前所有的社交状态，不与任何好友联系；4. 收到小白船和地址了吗？收到，请带上重要物品和一套白色礼服前往忘忧镇。5. 将你最重要的物品投进环岛邮筒，然后你会收到一张前往新世界的船票。哦。6. 深夜4点44，请自己使用小白船上的注射注射剂，天亮时你就能达到幸福的彼岸。这是洗脑啊！这个就是说假装让你去更好的地方嘛，以为就是可以解脱，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谓。所以那几个人死了，其实就是自己自杀了，对。上面还有一页呢，朋友们。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痛苦。还有，要不先读这个。好啊，爸爸，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开心？为什么我晚上会睡不着觉？你就是升学考试太紧张。小孩子有什么开心不开心？你是哥哥，要做榜样。我感觉像被装进了一个玻璃罐，外面的世界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这一切与我无关。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我快哭了，这说的就是我。另外还有一个，2005年，外婆妈妈好像不开心，她有些奇怪。你妈妈想太多了，已经不愁吃穿，还有人帮忙照顾孩子，要知足了。她不开心就是矫情，那么好的婚姻都作没了，现在还作呢。因为弟弟在酒店认识的小朋友。也跟上了小白船，所以我没有像母亲一样得到解脱。看来让我活着，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像我们一样绝望的人吧。我们听一下这个，听一下，来吧。出事之后，我就不再弹钢琴了。我来到忘忧镇。表面上是忘忧杂货铺老板，实际上是所有绝望之人的摆渡人。我的工作就是寻找绝望的人，让他们玩寻找小白船游戏，将痛苦迷茫的他们送到彼岸。这是真。我没有像母亲一样得到解脱。出事之后，我就不再弹钢琴了。上面有一个弹钢琴的大哥。他是我哥哥。就是真是你们的大哥。甄老板就是他觉得他的摆渡的方式是杀死，让他们解脱痛苦。他觉得那个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解脱。其实这个录音是妈妈当年唱给我们的录音，所以他每天就在听这个。所以你不是我哥，他是我哥，他真正是我哥。所有这个局都是哥哥，都是甄老板做的。你们的哥哥才是所有人里面病得最重的那个。对，妈妈太痛苦了，孩子们，你们陪妈妈去一个新的世界好吗？哦，是这样。妈妈。我们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怎么没睡着？妈妈是不是太自私了？
妈妈，你不要怕，我和弟弟会一直陪着你的。我愿意跟妈妈去新世界。那我就放心了。妈妈还给你们准备了白色礼服，也订了小白船。天亮我们就会去海边，坐上小白船。这属于童年的创伤。船上有注射剂，使用之后我们就可以最终抵达。这是一生无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朋友最后成了甄老板，他是大哥哥，弹钢琴的大哥哥，对，他成了甄老板，但是他不知道2个弟弟还活着。1月7号的时候，我得到他的死讯，打捞尸体人的人说他是投海自尽。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海难是偶然发生的，那为什么他的女朋友也在船上，也遇到了海难呢？我们是遇到了海难，他是溺死在水里，但为什么身上也有那个红色的标呢？不是，他注射了。我跟你说，就是每个人在上船前已经在注射那个东西了，所以不是海难，他根本就是去海上走。所以所有的最后的结局，在外人看来都是海难。它上面提示写了7个字母密码。7个字母密码。7个字母的密码，寻找小白船游戏。打开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1分钟的视频。这是没头脑，他的背影，你记得吗？我早就怀疑你，让他们有勇气解救自己，找到正确的归宿。所以你一个人原来是2个人，精神分裂，就是你。全世界孤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没头脑，他几乎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他也是在15年前失忆了，但是他跟我不一样的就是我对所有这个世界的反馈都是悲观的，可是他就像是一缕阳光。我的天，我可以再看一遍吗？再来一遍。我早就怀疑你，所以在你房间安装了监控，没想到果然是你。在你我给你的告示牌你根本没有贴，对吧？还自己给别人回了信。对啊，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这么做是为了给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个希望吗？让他们有勇气解救自己，找到正确的归宿。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说了一些美好的谎言，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对生活开始充满希望，开始笑对人生了。我这么做不对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以后再也不要多管闲事了。来了，有一张照片。我很郁闷地躺在这个床上，只有一个人。你在跟对面聊天儿，你在跟对面聊天儿，你看到没有？精神分裂。第2个是我在医院开心地笑着。他也是被别人被自个儿逗笑了。好，这个是甄老板跟这个黑猩猩心理诊所的一个对话。我有个问题要咨询一下，这是我的店员，他除了照片上奇怪的行为之外，还很善变，清晨阳光乐观。声音音调也比较高，每天下午抑郁、阴郁、颓废，声音比较低沉。我都不会笑的，何必笑？但是谁又不是谁生命当中的过客呢？并且很健忘，每天下午他都不记得他上午说的话，他到底怎么了？这很有可能是精神分裂呢。
有什么药物可以让他只保留一个人格吗？因为他清晨那个人格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不希望他公布出去。暂时还没有长久的药物，但我这里可有人让人注射后快速转换成另一个人格的药物，应该可以保持2天内。哦，他给我在27号，他给我注射了快速转换另外一个人格的药物，所以我没有那个没头脑了。是27号晚上没头脑，一直没回来睡觉。然后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头是呈90度角起来的。哦，原因很多种。那他到底是谁？是何必笑还是没头脑？根据这种情况，没办法确定哪个是他的主人格。有可能他是没头脑，连肉时候看到好朋友何必笑死后受到刺激，分裂了另外一个何必笑人格，分担他所有的烦恼部分。也有可能他自己就是何必笑，分裂了另外一个没头脑的人格来治愈他自己。就是我有可能是你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他的弟弟。所以他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哈。好，真说了。只要我给他注射了您给我的药以后，我就可以让他彻底解脱，摆脱痛苦。我放在杂货铺抽屉里的一针急死不见了，您明天可以再寄给我一些吗？可以，明天晚上你就能收到。我天，那个药是他给的，一针急死啊！刚好，那等他转换到何必笑的人格后，我就要邀请他玩寻找小白船游戏。像他这么伤心的人，明晚就会受到我的指引，解脱自己。这特别像一电影哦。我刚还以为真要杀死一个人格呢，没想到他要杀死一个人。他就是说，如果你太痛苦，你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才是解脱啊。因为他觉得他的世界是帮别人。你现在的嫌疑啊，瞬间增大。为什么我就增大了呢？就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作案了。因为这个密室，我们怎么知道你没进来过呢？但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是没头脑。哎，这里是有东西的吧？有这样一个啊，这里有书。今天你裂了吗？今天你分裂了吗？自闭的角落。啊，这里有一张纸哎，一针剂死。哦，就是那个。备注：这款毒药对注射的剂量非常讲究，如果没有注射整管的剂量，就不会致人死亡，但使用者身上依旧会留下红色半圆弧印记，同时被注射者体内还会产生抗体，使得被注射者对这种毒药终身免疫。当时我用3支注射剂注射了4人，我和最后一个人共同注射了1支，所以我才没死啊。甄老板身上有是吗？他免疫了。我和最后那几个孩子，因为针不够，只有3针，所以妈妈是一针致命，一针致命。后面剩下的2针被3个孩子分了，不是吗？一个孩子死了，另外一个孩子没死。我最后分析。因为这上面写着我和最后一个人共同注射了1支，一定是后来补上那小孩吧？对，补上那小孩。为什么呢？首先，他一定是先给妈妈打了1针，对。然后按道理来讲，他一定是选弟弟，而不是选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最后一个人是这个孩子，所以你应该是没头脑。孩子。注射者体内还会产生抗体，使得被注射者对这种毒药终身免疫。我和最后一个人共同注射了1支，有2个人没有得到解脱，就是有2个人 share 了1根针。对，现在证明，如果是谁给他打了那根针，可以出来认了，因为甄老板对这个针终身免疫了，所以使用这根针的人可以出来认了。但有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但有可能针和毒害是同一个人。有可能。如果没有人认，那就基本可以敲定针和毒炭是同一个人。现在如果有人认那个针，就好办了。谁认？
反正不是那个人，我们就找探的事儿了，好不好？就找探的事儿了。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到外面去搜证吧，好吗？还有什么没有打开的？哦，有一个隔壁校，有一个密码锁。对对对，有一个密码锁。没头脑。哦，试过没头脑啊？没头脑有呀。好吓人，没头脑。同一个人。但你反过来试过吗？从这边往这边试。他都没有那个没有T那个字母。什么跟没头脑有关？他的妈妈。我吗？无人爱。无人爱吗？中间没有 R。他那首歌叫啥？噔噔噔，啦啦啦啦啦啦啦歌 ，LLG。哦，哇！幻子疑云，世界奇妙物语。先看这些吗？先看这些，来。这不是那个什么俱乐部那个？对，这又是带锁的。不会都是啦啦歌吧？那他这没有拉呀。那就不是啦啦。那你先看它是不是跟封面有关系？因为每个封面是不一样的。搏击俱乐部，胆小懦弱的男主碰到了叛逆勇敢的痞子，最终他发现痞子竟然是他人性当中的另一面，这都是双重人格的。对的，对的。双重人格的就是何必笑。哦，刚才说了，这是没头脑，他的人格应该就叫不高兴，不高兴叫不高兴，不高兴是看。哦，不高兴开了，对，不高兴是没头脑的第二个另一个人，对，因为精神分裂嘛。现在是2021年1月28日凌晨4点50分，何必笑？写给你，也写给我自己。那次你想自杀时，我带你去看了医生，那天我就知道我们的病了。你总说我是世界上唯一能治愈你自己的人，但是不高兴和没头脑一直都是一个人。那个拼尽全力治愈你的人就是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被生活的不幸所淹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在孤独夜里哽咽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愈能力。那个能为我们驱散黑暗，将我们从泥沼中救赎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刚刚甄老板好像给我注射了药物，也许会让我们体内的一个人格消失。虽然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哪个身份，但不管谁消失了，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世界。要记得，我们曾经在最绝望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用过各种方式拯救过自己。被全世界孤立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没头脑，他就像是一缕阳光，他永远在我不高兴的那些情绪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所以生而为人，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以后也请满怀希望地活下去。如果很难过，要记得去求助心理医生哦。不要求助那个黑心心理医生，不去找他，他给的药都是一次性了断的。这个应该是无人爱，这个一个单亲妈妈历尽磨难后仍然坚强地寻找爱人。是这样的，我得到了一位高人的指点，他说我的儿子会隔空回来找我。先看这个无人爱这个，我有资格和你一块分享这个故事吗？无人爱，当然。啊，这都是你的信啊，这里还有一份东西，这个故事。一位单亲妈妈历经磨难后，仍然坚持充满希望地寻找走丢的儿子。失望让人绝望，希望让人坚强。无人爱也失去了孩子，甚至想绝望地自杀。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个希望，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孩子。哦，1月2号就是他给我回信的时候。对，所以都是就是那个人格在给他回信，都是那个阳光的人格。阳光人格。小男孩威尔通过电灯的闪烁，向伤心的母亲传递他还活着的消息，真的太感人了。所以我决定通过电灯的闪烁，让他也以为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哦，电影里头的桥段。这里还有个手机是吗？对。这个手机里面是一个图，这个图里面是
用了一个电闸和一个蓝牙音箱，今天太险了，还好在我的随身听里有那么首啦啦歌，一切按照我的计划，我躲在门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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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还好在我的随身听里有那首啦啦歌。海雷。好 ，OK， 这个故事出来了，这是我的，对的，应该是。世界奇妙物语，有梦想的保安接到未来孙女的电话。这首歌词儿是我在未来的时候写出来的，我现在已经写下来，附在信件的后面了。相信我，你一定会成功的。那就我的名字。好，开了。超级暖心的励志短片，来电不一定真的来自未来，但带给男主角的希望却是真的。我也可以告诉新音乐，未来他很成功。女友写的词就是未来他自己写的。啊，这是他女友写的。只有这样，心高气傲的他才能接受我真心的帮助。新音乐，请一定要坚持你和女友的音乐梦啊！原来你女友的才华跟你一样。这里有你女友借给他的信。亲爱的烦恼邮箱，你好，我是新女友。我最近似乎被我的男友新音乐传染了严重的抑郁症，负能量的传播能力实在太强。现在的我似乎每天都在被负能量包围。我已经对自己的人生失望透顶，但还是希望男友他可以积极面对生活。我为他原创的曲子做了一首词，但我知道心高气傲的他肯定不会接受。如果有机会，希望他能了解到我的心意，代替我好好活着。这封信是所有那些在你身边忍受着你每天吐槽的亲朋好友。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因为看见蜷缩的猫，在码头望着远方，海浪拍打在岸上，一阵又一阵轻踏。希望那些过往消失，不再回望。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是因为生日那天，杏花又开放，阳光灿烂，树荫下，落花已沉睡安详。是否我也能化作尘土，不再流浪？落花已沉睡安详，是否我也能化作尘土，不再流浪？仍放抽屉里过期的糖，迷路的单车被留在回家路上，还有海边泡废弃的避风港，全都提醒我和他们一样。昨夜和今天的画面不断浮现，明天渴望能不能有新的感应，不能沮丧，我知道。明天渴望能不能有新的改变，不能沮丧，我知道啊，可是啊，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是每一切都像在默默过得好不好？泪不能。所以你在跟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你完全没意识到那些话，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曾经给他带来的压力。对，我只一味的觉得他是世界上能安慰我的那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尽过我自己。我们总把别人当药，其实对方可能跟你一样是个病人。对。在我耳边温柔唱起这首歌曲。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一模一样的经历，在他身边的朋友有抑郁的时候，他用最积极的方法去陪伴他、鼓励他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传染了非常多的负能量的情绪，可是他又不好说。如果幸运的话，他自己知道还往外跳，他可能就跟着那个人一起跳出来了。但是有可能他费劲把那个人拽出来之后，可能自己沉下去。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最后就变成了身边的朋友的陪伴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很容易，这种负面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然后最后就是有一封我回他的信，说
我是新月，果然一切如你所说，我收到了，但是我感受不到快乐。虽然我音乐成功，但我永远失去了我女友。也许来自未来的你会知道我女友的死因吧。等你的回信，这就是我问他的问题。开开你的吧。我不想打，过来。我怕我承受不了，万一打开以后它消失了，我操！不会的，不会消失的，我不会消失的，我答应你。我要坦白一件事儿啊！你怎么了？刚才我不敢说。如果是谁给他打了那根针，可以出来认了。扎针了。我刚才骗了你们。因为刚才你说这是我哥的时候，我心里一凉，我说我把我哥杀了，他是我哥哥。但是这个你们要信我，我把这个杯就直接搁在他嘴边了，然后他当时什么都没想，就直接喝了就进去了。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我哥哥，然后他即使喝了那个东西，他也是免疫的。对。所以之前刚才为什么我会骗你们，是因为我以为我是杀人凶手。你就在蛋里扎了针儿，那个表是我调的，我以为让他误以为他的时间。是有10分钟的差距。你为什么要调快那10分钟啊？我没理解这个逻辑。对，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调快10分钟？你打这个时间差是干嘛？10点之前呢，我就在这儿一直我卖蛋嘛，不是？10点钟开始，我们4个人应该就在一块儿了，对，相互可以证明。我懂了，因为他知道他10点钟会去，对，然后只要他证明10点钟他再给我们卖蛋，他就没问题。但事实上他调早了10分钟，那个人甄老板9点50就来了，对，他9点50就已经喝了那个了。甄老板以为是10点，但其实那会儿9点50，他给他喂了药以后，他再过来跟我们在一块儿，很从容的。我们一看，哎，10点钟他在呀。他打了一个时间差，他打这个时间差做不在场证明的时间差。那等于说，甄老板身上那个红色半圆弧印记是他小时候注射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印记，他已经免疫了，还是那个药都没有让他死，他就还是毒死的。好，来吧。SSS， 殺誰？係啦，哦吼。哎呀，来，我来代表。失恋女子在餐厅与未来老公相遇，互相治愈。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给人带来的也是一种生活与爱情的双向鼓舞。我也可以让萨和吴双向鼓舞。哦，互相鼓励。致烦恼忧，哎，这不是我写那封信吗？为什么他们都有那么感人的东西可以念？我要念自己写的这个信吗？已经念过了。哎，我来看一眼，多可笑！来，我看一眼。哎，致烦恼的邮箱，我是洒水。那么今年是我单身的第38个年头了。我还有点承受不了，我怕打开后一想到我念完以后泪流满面，结果是我自己写的那。谈不到爱情，找不到女朋友，这样的我活着有什么乐趣嘞？能不能对我的证据用点？我心中有一个一直来了，有来。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初恋，他的名字叫无人爱。虽然他无人爱，但他一直有我爱。其实，在那里面念过一遍。我知道。好嘞。好，集中注意力搞毒探的事儿。因为我刚才说的时候他没跳出来，他现在突然蹦出来，很有可能2个是他弄的。他现在为了自保，保自己第2个，就蹦出来认第1个。案发现场太多疑点了，麻绳，遥控器外面的开关，看这个麻绳显然是没有。不是，他用了这么多是要干嘛？对，这个基本上这已经是10几米的距离，这都是编脏辫用的。
它有没有可能绳子是用来拖拽用的？因为它只有手心有嘛，它只有这个动作才会有啊。哎，这有东西。欺负人！我刚才在这上面转了很久，因为我个儿矮，我什么都看不见。没有，那是你因为你身高有礼貌。1919，哎，这是有一个电话号码，他的手机里有一个电话，第3个电话没有接通，有 SIM 卡，有一个卡，有一录音笔。来听一下。我是甄老板，我要预定今晚的真心英雄汗蒸房，从5点到0点全包下了。甄老板，我知道你害死人的秘密。今晚22点，我会将证据放在真心英雄汗蒸房。所以他必须要来。那也就是说，他为什么10点要来？所以他说我10点会去。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在常温下为黑色，当温度升至40度后，黑色可消失。那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东西在温度回到正常以后，它就出现了。它又出现了。什么？那就是碳黑色。 40度可消失，它是用颜料弄的。灯的颜色，什么叫灯的颜色？这个啊？哦，这个。这有什么用呀？这消失了有什么用呢？是浮旋的，它消失。所以，如果我们加温的话，它会出来什么东西是吗？不是，消失以后这里面有字儿。对，我觉得是。我们怎么加温呢？就是我那儿有锅呀。吹风机。我来找吹风机，这里有，我拿到了。这里有插座。老板。 哎呦，哎呦，变色了，有字，有字，先来看这边，先看这边。绳子，绳子，有你的证据。它4面8方是一样的。还有，关灯，关灯，在黑暗下等待，你就会看到你的证据。 哦，我明白了，就是解开绳子的意思，我懂了。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他解开的，一开始他就解开了半个蒲团，把绳子牢牢地绑在了这个下面。然后呢，他先吹了第1条，这个时候灯是开的，吹开第1条之后说解开绳子会看到你证据，他就开始解开这个上面。不用吹开，那个时候温度一升，对，它自动就出现了。所以你看，在这个边上有麻绳的勒痕。当他解开之后，他看到第2个指令关灯，他要把绳子解开，在这里等待，你的证据就会出来。所有这些耗时的方式，让他在10分钟之后已经觉得不舒服，他还里面死心塌地在这等，直到他死掉。哎，等会儿，等，你能看见什么呀？这儿瓶子，往右，好，摸到了。是什么东西？可消失的神奇胶水，它背面有这样的提示：具有极强粘性，但粘性仅能维持4个小时，4小时后粘性将消失，不会留下使用痕迹。备注：若用忘忧特供温泉的水喷在使用过的神奇胶水的地方，可显现红色。温泉的水，温泉水在这儿，在他们家有这个温泉水。忘忧特供，对，来吧，倒吧，倒在绳子上就行了。会显现红色是吧？对。先倒一点啊。没有吧？那倒在这上面试试啊。倒到木板上。 我觉得不是粘这个，为什么要粘这个？他把它缠好了，给它耗时间就好了。它应该粘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木板呢？这个木板，它能粘啥呢？主要还是为了拖延他时间的目的。那肯定。主要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些帘子干嘛用的，对吧？我始终认为它就是放在这儿迷惑它出口的，会不会？特供，忘忧特供温泉水。忘忧温泉水吗？不是特供，找那其中有一瓶是特供，只有一瓶是特供是吗？应该是，这都是普通温泉水。这都是普通温泉，我在这倒半天。哎，找到了，哎，找到吗？这儿呢，这写着特供啊，这不是红字吗？有的没有，有的有。哦，这还有，来全拿去吧，水有限。这瓶是有特供的。都来。有没有喷壶？哎，这个是不是喷瓶啊？还真是。有哎。要啥有啥。给，还有一个仨，来，谢谢。看看这，来喷一次，喷一次。我一直在喷帘子呀。哎，红了，红了。哦，红了，红了，红了啊！帘子是粘在这上面的。哦，最上面的地方。那它封它干啥呢？这里有红的，哎哎哎，这有一长条，看，哎，看这里一长条，看，哎，这是一个框，看到没有？来，我们复原一下，它有一个红色的框。对，为什么要粘呢？拿起来试一下，我们看一眼。它本来就是两堵墙，因为它进来的时候，这帘子在上面，它在上面能造成它什么判断呢？萨萨，我怀疑你说的那个是对的，因为在黑暗当中，他可能就是想要出去的时候，他都有点迷迷糊糊，搞不清楚了。但不对，它只有这一个帘子，因为只有这个位置是对应对面的门的那个帘子的，它看起来很像门。所以他是把这个整个墙都糊住了，他就是把它伪装成门。这个帘子跟那个帘子是对应的，就像你说的，现场是一个轴对称的环境，4个角落就像照镜子一样，而且刚好这个位置跟炉子也跟那个门一样，对，但颜色不一样啊。黑暗，他黑的呀，黑的，晕的，然后他就以为这个，他就一直敲这边，敲不出去。再看看外面的木板，感觉有蹊跷。它上面有黄的那东西什么意思？哦，有黄的，这是那个什么那个碳粉吗？不对，那个碳烧完以后才是黄色。哎，我看一眼。那里有黄色，那里有哦，这里，那里有黄的。啊，这两块，朋友们是拆下来的，它在这，对对，啊，是漆。这边那边还有两。偷看它。啊，不是，他就是把它密闭上了。但那两块有木板吗？没有。我知道了。什么？他是用这个木板把这2个玻璃封上，这样里面就是黑的了。这样它里面是黑的，但是那2块玻璃为什么它没有封？它是本来是封上的，它要拆下来，为了做成跟对面一样的对称。
进来的时候可能灯是关着的，进来的时候可能灯是关着的，那个玻璃是亮的，透着光，给他一个感觉是门的对面是有玻璃的。对，我的感觉是从心理角度来讲，你一进来第一眼看到对面有一个小窗户，这个是会给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对，他进来就看见字了，看到有字了，他就开始弄那个绳，解绳子，他得一圈一圈绕，解着解着他晕了之后，他会把这边撤下来，撤下来，安到那边，这边已经没有光了，对，这边透出一些光，对，他关上灯，他以为这个是门，是，这个是门，但是这个时候他还静静的在这里等到发现不对，想出去的时候，怎么也推不开这个门，对，就砸敲拍，所以最后体力不支，咣，哦，所以是这个方向倒下来的吗？所以他就是用里面的对称性，对，漂亮，用里面的对称性。那这个人得非常熟悉这个汗蒸迷糊吧？洒水。走吧，我们游客打卡处，每一个照片都有一些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出现的照片儿。我们大家再来确认一下，好吧？我拿到前面来亮的地方。好的。来，这些需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每一张大家盯着看，好不好？忘忧温泉酒店。啊。哦。注意看这些木板。这不是黄长的，有黄的2块，就是等于这2块板本来就是拿下来的。对。就一开始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就取下来了。22.35， 22.35，所以10点35的时候，这2块木板被拿下来了。因为只有2块板。说明10点35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切都复原了。就是我们大家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回来卸掉了板，他把板卸下来了。对。对，因为厕所在这个方向，储物间也在这个方向。我去拿毛巾，你去上厕所。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没人知道他去干嘛了。大蛋王在卖蛋。我还在10点，这几点？10点35。10点35，我还在房间哼歌呢。那很有可能来这干了这个事。也没有人能证明。有没有可能同样又是大呢？大做2手。double kill。好，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关键就是每一次凶手都会在这个地方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我觉得仍然还是刚进来的时候，屋里是黑的，但对面有一个小窗户透出外面的光亮，这一定会给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绝对的第一印象，准确定位，他会认定自己的门对面是有个小窗户的。然后地上，等他进去以后，地上有个遥控器，有个按钮，他一开，灯亮了，看见柱子上，哟，柱子上有一圈字，上面写着“你的证据就在绳子下面”，他就开始解绳子，解绳子解得晕头转向，一圈一圈晕头转向。这时候凶手就已经把这2个板卸下去了，对，这边也有板，对，挪过来，把板子挪到这边，对吧？糊上。这时候解完绳子，发现下面有俩字儿，把灯关了，等待。这个时候开始感到有不舒服了，要走，不舒服想走。但这个时候他关了灯之后，他再想打开找门，打不开了，因为闸被关了。对。于是他就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印象，门对面是有个小窗户的，找小窗户，看到这有个小窗户，行，就开始推这个竹帘子，叭，怎么推不开，怎么推不开，直到半个小时，我出去，最后实在不行，生命耗尽，倒地而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22.35看那张照片，他已经把板卸下来。再顺一下自己的时间线，大彩蛋，你先说。好的，我8点。如果现在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了甄老板预约的是5点到12点，他都在这个征星英雄房。但是呢，后来我又看那个表上有一备注，那说甄老板一直到7点都没有出现。对我呢，就打电话给前台说我要送外卖，然后我就问一下这个老板什么时候到。前台说甄老板这个时间不是他约，搞错了，是晚上10点才会来。然后后来我一听，我就马上潜进了甄老板的那个房间呀，然后我不去拿他那个针。一针鸡死药，一针鸡死药，对，那个大概是在什么时间？你那个是在9点多的时候，但同时我又把他的手机调快了10分钟。我后来就打扮成了这个房的服务员，我就把那个针的药呢搁在了一个果汁里头。对，到9点50的时候，我看他果然是过来了。他一进这房间，我立马就敲门，然后我就死皮赖脸非让他喝一个果汁，他就把那东西喝了。因为10点应该是他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故意给你们去卖那个蛋，然后证明我10点钟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后边有一个关键点我要说一下，10点半左右的时候开始散游客了，我一看四下已经基本没人了，他那个手机不是搁外边了，我就在10点35分的时候到门口把这个时间调回来了，这就是我整个的时间线。洒水来一下吧。我的时间线是晚上5点开始上班，搓澡，一直就是客人不停，是吧？一个客人一个客人，一个钟一个钟，搓到晚上10点，我太太来了，陪我聊聊天了，然后等着我下班。同时呢，何必笑和大蛋王都来了，然后10点半，毛巾没了，于是我就去储藏间的方向去拿新的毛巾。10点40又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俩就在这儿还是继续聊天，聊到11点，何必笑和我就到搓澡间，一直搓到12点下班。出来之后大家在一块聊天弹钢琴啊什么的，这时候你们俩就来了。那无人爱说一下吧。我一整天都在找没头脑，然后我下午2点的时候去过杂货铺，然后我就一直在找这个没头脑，就在这个镇上。然后晚上10点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等我老公下班。这个时候呢，我老公，何必笑还有大彩蛋，我们就在一起聊了半个小时的天儿。到10点半的时候，他们就各有各的事儿。然后我老公差不多10分钟以后吧回来，然后我们俩继续聊天儿。到了11点，他们2个就进去搓澡，然后我就在外面跟他们聊天。所以那10分钟你们俩互相都没法知道对方干嘛了，对吧？对对对。到我了是不是？我是2点钟他来找了那个没头脑，然后我呢就在镇上到处找这个没头脑。后来没有找到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想办法杀掉甄老板。于是呢，我就回到了店里。9点钟的时候，我照常的关了店，我就回到我自己的空间观察甄老板的去向。9点40的时候，我发现甄老板离开了杂货铺。我呢等了一会儿，我觉得45的时候，我觉得我脖子不舒服，于是我就想说找一个机会来按个摩。5分钟之后，我走到了这个温泉酒店。但是我是10点钟到的摊位的。到摊位的时候，我就跟洒水和无人爱一起聊天。10点半的时候，我肚子不舒服，我去上了厕所。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待在一起。11点到12点就在按摩，后面的时间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你9点50到这一块，你有合理的解释吗？我有10分钟，就是从温泉酒店的门口走到摊位上的这个时间。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没搞清楚，有一个录音甄老板把没头脑怎么着了？今天晚上就是你走向死亡的时刻，放心，我会让你开心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啊！你放开我！他给我打了一针人格针。他让我快乐的消失在这个世界，意思就是以后你不会有这个人格出现了，至少在这2天里面。因为不高兴是个很沮丧的人，我非常符合小白船的条件。他的计划是在这2天里面把我引入到这个游戏，永远的把我送走。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假设，甄老板让你以没头脑的身份死在这个时间，现在其实你在假扮何不孝？有可能。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不高兴。不管我是没头脑还是不高兴，我的杀机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个动机的大小。对，我们听一下那个新音乐的那个时间线吧。我在屋里思考了一整天，怎么去杀掉甄老板。想了一天，我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我就特别的郁闷，我就打算泡个澡，然后我就10点50来这泡澡，泡着泡着，我来弹琴，大家来了。但是就等于说，你比所有人来的都晚，对吧？对，前面的时间，我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房间里。我说一个就排除我的一个前提啊，因为呢，我女朋友是被毒针毒死的，而且我也提前发现了毒针这个东西。就如果是我动手的话，我应该优先会选择用毒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智。那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如果是，也可能是你呢，因为你最先知道的，是我最先知道，他后来时间就更充分。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那也对，你怎么准备都行。那咱们就再来确认一下凶手最后作案的那个时间吧。他整个事情要分3段，第一个时间段是5点到他原来以为的10点，是准备麻绳、帘子，还有就是写那个字儿。他9点50之后，就是他要观察到他进去之后，他要拉闸，这个是他必须要本人去做的，这是第2个时间点。第3个时间点差不多10点半，他估摸着人已经走了之后，他要去把移动的木板把它卸下来，让别人不会发现这个蹊跷。这个板呢，它不是做成所有这个闭环的100%必要的条件，其实他不做也没关系。但是他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一步呢？是因为10点35有游客拍照的时候，那2块板放在下面，说明他做了这步，他很周全，他没有把这2块板留在那儿作为一个可能性的证据，他把板都移下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3个动作都有时间去完成的这个人是谁。3个，他先要点一个炭，对吧？炭是反正一块炭烧4个小时。凶手如果不是大的话，凶手是不知道他9点50会来的。凶手是算定他10点来，所以凶手要把炭的时间至少留到10点半。所以按这么想的话，凶手至少6点半。对。18点半到9点50这段时间是放炭的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他要关闸。那闸什么时候被关的？他关完灯，他在里面关完灯就闸就拉下来了。他只要是一觉得不舒服要出去，他第一动作一定是开灯。他亮不了，他能一去窗口找门。他是后来灯死活打不开，然后又密闭，他就开始凭借窗户去找门。所以最科学的时间一定是我等你熄完灯，必须拉闸。对。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他至少9点50就应该在这儿。他必须要能观察到针是提前过来，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是提前亮了的。他是什么时候去换这个板子的呀？这个换板也要在10点之前完成。换板在10点之前。他是关灯之前把那个门堵了就行了。对，因为他只有开着灯的时候，他才能换板。因为他如果关灯，他换板就太明显了。对，就是他发现灯亮了之后，他就赶快过来把板儿给换了。对，因为从10点钟开始，我们4个人就在一块儿了。对吧？相互可以证明。
所以9点50到10点一定他要去关闸的。我就想说，关闸和放板必须分成2步吗？对，因为他只有开着灯的时候，他才不会让他注意到什么时候把哪个玻璃挡住了。对，因为他如果关灯，他换板就太明显了。对，就是他发现灯亮了之后，他就赶快过来把板儿给换了。也就是9点50到10点之间，他要做2个事情，一个是拉闸，一个是移板儿。对，先移板再拉闸。对的。而且这个小窗户还有一个方便，就是它可以让凶手观察屋内的灯光。对，凶手一看灯一亮，他就知道这个针已经进去了。对，这个小窗户既是一个迷惑针的方向感的道具，同时也是凶手作案的一个观察用的小窗口。还有一点大家注意，他通过这个屋里灯亮没亮，他会知道他原定计划10点钟约来的人9点50就来了。对，所以他的计划就提前了。而且他也能知道大概到多少分钟的时候，计划进入到哪一步了。他要关灯了，他还差多少分钟他会死？对，等等，他基本上可以确认他的计划的推进的流程。是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大 bug， 就是如果凶手打电话约你10点钟到汗蒸房来，对，然后他要在那等到灯灭，再去拉闸，我们就算他10分钟吧，10点到10点10分这段时间，他就没法跟其他人一块在广场上。他原来不需要这个，他后面这个不在场证明10点钟跟朋友会合一下，是他的意外收获。原来他所有处心积虑的都是为了造成自杀的假象。他原本没有想要做不在场证明，所以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没有影响。有谁知道他10点钟要来到汗蒸房？大家知道。观察到新音乐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会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关于他的时间线断在9点40他离开。我知道，我听说的是，说这个甄老板今天特别奇怪，大手笔包了一晚上那个汗蒸房，但我们的印象中包一晚上就是从5点到12点，我是不知道他晚上10点才来。第3个动作，卸板吗？你10点半以后干嘛去了？10点35的时候，我去把他的手机调了。从时间点来讲，我们3个就肯定是10点半。对，他呢就没所谓，因为他在10点50之前他是 free 的。侦探，你现在比较怀疑谁？给我们一个方向好不好？如果从迫切程度上来讲的话，等于说你们仨是比较迫切的。何必笑的动机是什么？我最好的朋友没头脑啊，可能要被我的老板杀掉了，所以我要杀掉我的老板，保护我最好的朋友。好，这是何必笑的作案动机。你俩是？他是想要留一条路继续和儿子相见，他是要制止那个悲剧继续发生，保护爱人。他是报仇，我是为女友复仇。那就是你们仨都比较迫切。但是所有人目前掌握的真杀人的证据都没到小白船那个层面，只有没头脑一个人是知道小白船的整个阴谋。不对，有一个人知道哦，你哦。你去求证了，大家。我只知道收到小白船的人2天之内会死，对，但我不知道小白船背后是一个把所有没有希望的人送往彼岸的一个巨大的。你也算是无限接近了，你不能说完全不知道。我觉得何必笑和那个无人爱还有洒水的嫌疑比较大。你们3个的
这个作案的迫切程度也比他们俩高一些嘛。但是具体是谁，我觉得还看自己分析吧。投票吧。好，投票吧。来吧。每次做侦探都是这么的纠结，选项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嫌疑。但是呢，我首先要排除一下大彩蛋，因为大彩蛋已经用了那个一针祭死。新音乐呢，他来的时候，所有的案件在我们还原的时间线中，凶手已经完成了作案了，所以我排除新音乐。何必笑、洒洒水和无人爱，他们3个人呢，又同时都知道甄老板的罪行。何必笑是要保护他的兄弟，然后无人爱是因为没头脑知道他孩子的线索，如果再失去这一个线索的话，那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这是他的紧迫性。那洒洒水，因为他收到了2封信和2个小白船，他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他是要保护他的爱人。如果按人头算的话，萨老师保护的是2条人命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紧迫性要大一点。所以到底是不是他呢？是你吗？也许吧。我刚才有一个特别奇妙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快乐，或者是我是不是真的不快乐。就是一个人，他都有可能开朗或者是抑郁的一面，啊，太奇妙的感觉了。今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分成2个不同的人群，一个呢是大彩蛋跟新音乐，他们2个是不太有那么多嫌疑的人。那么在洒洒水和无人爱当中，10点以前撤板和关闸的动作，其实大家都有可能。到了那个把板放回位的这个动作，他就是应该趁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来做的动作。那么在10点30分的时候，洒洒水说他要去给我换个毛巾。他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去撤这个板的话，很做作。就明明3个都在一起，他突然说啊，我有事走开一下，然后去那个板，那不是很明显就是他吗？反观无人爱，他在那个地方待着，发现哎，洒洒水也走了，何必笑也走了，突然只剩他一个人，于是他就非常从容地利用这个大家都不在的时间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投给无人爱。现在是我投票的环节，今天我要把票投给的这个人，首先，他的动机非常的迫切，因为他要保护2个人，一个人是要保护我，另一个人是要保护他自己，这个人就是洒洒水。其次就是洒洒水对于汗蒸房的结构非常之了解，那么满足所有的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他是最符合条件的。我把这一票投给洒洒水，就是你。对不住了，其实我是有内疚的。哎，又拿了我心爱的手铐，这次要铐谁呢？这3个人是最有可疑的现象。如果我是洒洒水的话，我作为一个搓澡工，随时都有可能去接待新的客人。那如果我在9点50和10点作案的时候，有可能我中间会被发现，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的概率可能比较小。如果我是何必笑的话，我确实也最有可能，因为胶水需要用店里特制的矿泉水才能让它显出明显。那如果我是无人爱女士，10点半，一个上厕所，一个拿毛巾，我被晾在那儿，所以我刚好有时间去把木板放下来，在这个时间去完成更加完美的犯罪。所以是你们。根据刚刚的推论，10点何必笑、洒洒水、无人爱这3个人同时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凶手
不知道真的手机被大彩蛋给调快了10分钟。如果真的是何必笑他约了甄老板，结果他发现他9点40就过去了，他当时应该是会马上跟上去，这会比较合理。所以说能够有效发现甄老板他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现在目标锁定下来是洒洒水和无人爱。洒洒水和无人爱，2夫妻我要投一个，我要把一个送进监狱，送谁呢？走。嘿嘿嘿嘿嘿，我要拿下我的小手扣。好的，那个今天那个投票，我排除了我自己，我还以为我把我哥给杀了呢，那简直太恐怖了。那我还以后怎么面对我自己？好，那么既然不是我之后呢，我觉得新音乐我不认为，何必笑特别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洒洒水说他中间有一个10分钟他去拿东西了，无人爱说他就在原地坐着等着他，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他也没说他干嘛，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他们两个。我觉得我只能放手一搏，王一博来祝福我一下，谢谢兄弟。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一开始我特别怀疑大彩蛋，但是后来当他自己承认了一针致死的这个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一个人要用2种方式作案，而且2种方式之间在时间线上它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新音乐呢，所有的事情他都可能去做，未免也太过于明显，所以这2位都从我的名单中排除掉了。所以最后在剩下何必笑和无人爱当中，所以这一票一种不想你离开。这歌还没出过这个单曲呢，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歌怎么唱。我相信今天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的忘忧镇一定会变成麻烦接踵而至，变成名副其实的忘忧镇，好不好？好，就看我们今天检举能不能成功了。好，请宣布。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明星大侦探》第6季《忘忧杂货铺》中，获得最多指控的嫌疑人到底是谁？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说我干嘛？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是谁呢？说我干嘛？大家都这么自信啊？何必笑？新音乐。对，谢谢大家。由着我。2位玩家嫌疑解除。我们仨都有票啊？由我，这不是睁眼瞎吗？现在公布2位侦探的第1轮投票结果。陈酒店投给，我觉得是大。为什么呢？第一轮我第1轮多就位啊！我已经那个演得非常好了。运作下投给洒洒水。这样投是好的，反正一人最起码有个几十的机会。剩下的票数集中在洒洒水和无人爱之间，请2位出列。洒洒水，请问你投给了谁？我不想投给那个人，因为投给他就意味着我又恢复单身了。啊，你这么心狠手辣呀！最让我可疑的就是在10点半钟，我和我们2个往同一个方向去，一个上厕所，一个去拿毛巾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留在了广场上，所以当时最安全的，完全有条件作案的人，
应该就是无人爱。所以这一票，希望他在未来还有机会，能够获得属于他的幸福。但是解决问题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我只是觉得，如果我投对了的话，当然如果投错了，我也恢复单身了。直接这位就这一票叫单身票。无人爱，请问你投给了谁？你投给谁了？我选择的这个人，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但是解决问题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是不是？要不说你俩在一起呢？对，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这一票投给洒洒水。互投，夫妻互投，反目成仇。究竟在无人爱和洒洒水当中，谁获得的票数更高？投给萨，希望他在未来还有机会。这一票投给洒洒水。我要投给无人爱。萨老师是你吗？那我要投的是无人爱。无人爱，是你吗？请把无人爱关进笼子。又是我。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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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又是我。不是，那你们也没问我去哪儿了呀？被指控的无人爱真的是杀人凶手。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犯人，成功，成功，成功！我们有错过什么关键性证据吗？各位错过的第一个关键性证据为杂货铺空间柜子下面的一封信。放水的柜子下面。哎呀，这，哦嗨，邮件到。是什么？甄老板亲启。当患者陷入困境，会极度容易慌张、焦虑，无法冷静思考，丧失正常分辨能力。所以他就知道他肯定出不来了，他才能够根据这个特点去设计一个假门。错过的第二个关键性证据为，在无人爱房间柜子里的衣服上有黑色痕迹。啊，这儿哦，有，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证据。要么就是黑色，要么就黄色。吹一下，好，吹一下，消失了。哎，不见了。不容易，不容易。好，来，萨萨有什么感觉？不快乐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我是建议寻求专业帮助。你要注意他发出的一些很特别的信号。对，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件小事情忽略过，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带他去看医生，或者是多关注他，因为有可能那个是他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不要错过他们的求救信号。对，还有一点，因为我其实是抑郁嘛，但是被嘲笑成为猛男落泪症，说我作，说我说那些话是搞怪，说我其实好像是一个搞笑的人，或者是一个奇怪的人，但我是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自己，而且这个其实是我的一种疾病。对，所以呢，当我被全世界嘲笑的时候，当有一个温暖的人来帮助我的时候，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救命稻草。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感冒患者，也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癌症患者，所以请你们也不要把这样的嘲笑放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身上。对，我觉得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烦心事儿。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就多往好处想，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没事就来我们的忘忧镇，一切烦恼忧愁全部忘掉。你还是个企业家，到时候我们好好的一起坐下，最后还是个企业家，运作，好吧？拿上金条，猜对的答对的。哎呀，我今天是
你说对了啊，一下都没对，你2票都没对啊。对，我也可以有一个。我投对了。可以拿呀，谢谢。好，谢谢。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太暗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感谢。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感谢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4，感谢快乐社交网游神武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理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2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口喉健康，信赖3金西瓜霜，感谢3金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夸克搜一搜，真相搜搜搜！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脖子不舒服用 SKG 颈椎按摩仪，感谢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就整体成功了。好吧，那我们只能把无人爱留在这里喽。你们走吧，我陪他一会儿。真相吧，大白。但其实我也是为了你们好的，虽然说我也是不应该这样做。那我还是叫你一声妈妈吧。叫你一声妈妈。好了，你走吧，不要再让我看到。对，留给你们，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我们还是很欢迎员工家属过来这个坐一坐，监督我们的工作。我怎么过去坐一坐去？争取让你在里边有个单间儿，里边还有个泡池。就这样吧，祝福你找到真爱。我等你，等你。你不用等我，我已经40岁了，不用等我。等你出来。感动，再见了。我觉得，其实今天我好像当了一天的倾听者，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觉得很压抑，然后有很多的郁闷。身处每一个职业和每一个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难处，确实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压力。今天妈妈带着那几个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时，她说了一个，我都感觉我要哭了。然后我觉得那说的就是我总在为一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挣扎的事情而反复的挣扎。每个人的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要学会表达吧，在自己身处坏情绪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自己的这个情绪疏导的方向。先我会找到这个不开心的原因之后，我会从这件事情先抽离开来，我不会沉溺在这件事情里面。还有一点，我会想自己所有的优点和这些困难，我如何解决，我如何去面对它。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只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太阳都有起也有落嘛，因为人生也是会有起有落的。其实在何必笑的心里，他是非常无奈和绝望的。他其实并不是想哗众取宠，他是真的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当他被别人远离，觉得他在很作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其实是很悲伤的。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能够懂他，来开解他，所以这个人就成为他的算是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身边遇到这样的朋友，包括家人，我觉得可能你的一两句安慰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其实不能够真正去感受另外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但每个人都会有低落的时候。我可以，当你寒冷的时候，如果我能为你抱薪，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不抱薪的话，我不要为你雪上加霜。我觉得这样对于别人是一个很重的伤害。首先要确认一个概念，就是抑郁的情绪和抑郁症是2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真的达到了抑郁症的境地，也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生理或者是心理的病态，一定要寻求科学的医疗的帮助，它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事情。但如果只是日常生活中偶尔会有一些抑郁的情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周围人的态度非常关键。如果说这些朋友的陪伴，然后已经无法化解你，然后你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医院，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求助，一定要去慎重的对待它。另外我是觉得，在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求救，而这些信号其实你当时看的时候，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不要放置不理，不要忽略他们的求救，不要忽略他们的信号，当然也不要太过于自信自己对他人的帮助。我觉得抑郁症现在是一个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精神类的疾病。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一个数据，在全球74亿人里边，抑郁症患者达到了3.4亿。通过这个数据，大家就知道抑郁症现在在我们自然人群里边，它是多么的普遍。我们要加大普及力度，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抑郁症，抑郁症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它的最主要表现是什么，我们怎么把它识别出来，然后抑郁症怎么治疗。只有我们对抑郁症的有了科学的认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找到应对的方法。比如说情绪很低落，思维变得迟缓，意志活动减退了，然后出现失眠、早醒、没有胃口。当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们及时到医院去诊断，然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正确的使用药物，那么积极的锻炼，然后加强人际交流。首先，抑郁症的发病和他的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的家族里边，在直系亲属里边有抑郁症的患者，那么在他们的后代得抑郁症的概率比普通人群就要高很多倍。第二个呢，抑郁症的发病呢，还和这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如果一个人长期遭受挫折打击，长期从痛苦中走不出来，他就有可能患有抑郁症。第三个，抑郁症的发病还和他的人格特质有关，他的应对方式有关，他的认知模式有关。有特定人格特质的，在遭遇挫折打击以后，往往他们怎么样容易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可能会得抑郁症。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家长不要一味的在责备孩子。我觉得首先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出现这些情绪和行为的反应，在找到背后的原因进行干预以后，如果效果还不明显，建议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去进行确诊。所以呢，得了抑郁症，首先掌握抑郁症相关的知识，第二，及时的寻求帮助，第三个，我觉得环境就是家人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爱护、陪伴。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治疗，只有在综合治疗的全面治疗的这个前提下，这个人才能最大可能的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谢金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乾隆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山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